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军人基本与安全感是划等号的。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面对灾难，解放军没来，你慌什么？解放军来了，你慌什么？然而这一点对于老外来说却是相当难以理解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曾经分享过这样一个经历：初来乍到美国，趁着课程不那么紧张，抽空出去街头溜达溜达，结果发现一不小心走丢了。这时候看到不远处有个美国警察在啃甜甜圈，于是中国留学生开开心心地跑过去准备问路，还没走几步就被一起溜达的美国同学给拉回来了。你去干嘛？中国留学生问路啊，那不是有个警察？美国学生大惊失色，你疯了，那可是国家暴力机关，你去问路？于是两人彼此面面相觑，谁也不能理解谁。相似的场景还有许许多多。对于在国内习惯了被军人和警察保护的中国人来说，不管去哪个国家都无法接受对士兵、警察、消防员要敬而远之的潜规则。毕竟有困难找警察，军民鱼水情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本能反应。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众外国人来说，看着中国人兴高采烈、毫无防备奔向军警的样子，简直让他们大开了眼界，也操透了心。莫非中国人都有傻狍子基因？那么中国人对部队和警察无条件的信任，在国外究竟行不行得通呢？答案是恐怕真的不太行，因为不少国家的军警制度与我国在本质上是有很大区别的。都说美国人不敢找美国警察问路，到底是为什么？美国的军队上战场是挺能打，无论装备和科技力量都相当硬核，但是美国军队追本溯源，可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而建立的，它更近似于雇佣兵。毕竟美国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合众国，也就是联邦，从一开始就是在英国对北美印第安人的殖民统治上建立的。当时英国往美国投放的是一些什么人呢？基本都是触犯大英帝国法律的刑事罪犯，被流放到北美，这就是美国人最初的来源。而之后的南北战争也是因为这些英国人分成了两派，一派还打算要跟随英国，一派就准备独立，于是两派就要打仗啊，打仗就需要军队。那军队怎么招募呢？主要靠花钱，也就是自治州筹措资金，半雇佣半招募，拉一批人过来充当士兵，打到后面人不够了咋办？那就找黑奴跟他们签合同，你们现在参军，退役以后就给你们自由公民的身份，不用继续当奴隶了。黑奴一听这个不错，那就参军吧。于是美国军队从一开始建立，他们就是各怀心思，奔着实质上的利益去的。说不好听一点，美国军队多少有点缺乏灵魂和思想，更别说原则了。哪怕现在文明程度提升了，但整体看来还是利益为上的，这就好理解了。你现在对军队和警察毫无戒备，放到宋代，你遇到困难敢去找梁山好汉吗？是不是马上就觉得这事儿有点黑色幽默了？别笑，这在美国你找军队或者警察帮忙，哪怕放到现在，在美国人看来也像是去找土匪求助，高低有那么点与虎谋皮的意思。而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很多国家也都存在雇佣兵制度。既然是收钱去当兵，那就别谈什么上武之魂或者王者之师了，反正都是收钱办事，能摸鱼就摸鱼，能摆烂就摆烂，贪生怕死算是日常，打得上头了，干点变态事也不算新鲜。外国军队在本国人眼里是单纯的国家暴力机关，解放军在中国的称谓是人民子弟兵。这个词语来自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在《华北敌后晋察记》书中对中国军人的称颂。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中国军人最初都是农民，是工人，是爱国的有识之士，面对国家危困，挺身而出，拿起武器加入战斗。军队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能保护自己的家人，为了能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这就奠定了解放军的底色，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战斗。只要国家和人民受到侵害，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大事还是小情，解放军都会挺身而出，尽人民子弟兵的本分。5.12汶川地震是中国军人积极投入救援，挽救人民生命财产于危难中，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称赞。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军人成功维护了当地的和平稳定，更以秋毫无犯的军纪军规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尊敬。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子弟兵，我们的军队是执行人民意志的武装组织。这样的一支部队无疑是国家最大的财富，也是人民最强的依靠。而这样的军队放眼世界，或许只有中国才有。
用油管上老外的话来说，就是我从未见过哪个国家的平民见到军人不害怕，反而高兴，并且从绝望的环境中看到了扫平一切的信心。当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这种事情习以为常，多半没有意识到，这放在古今中外都是绝无仅有的。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